林肯为什么重用一个羞辱过自己的人？真正的宽容是把敌意变成力量。一个人曾经轻视过你，他否定你的能力，当众让你难堪，甚至连与你并肩工作的资格都不愿意给你。几年后，命运突然把选择权交到你的手里，此时的你已经站在权力的高处，而他恰好拥有你最需要的能力。你会重用他，还是借这个机会把当年的羞辱还给他？大多数人以为宽容意味着不计较，但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嘴上说一句算了，而是当旧日的伤害再次浮现时，仍然能够看清眼前这个人除了曾经伤害过自己，还拥有什么。林肯与埃德温·斯坦顿之间就曾发生过这样一段故事。1855年，林肯还只是伊利诺伊州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当时，美国发生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收割机专利诉讼。林肯受邀加入被告方的律师团队，并为此认真研究资料，准备出庭辩护。然而，案件后来转到辛辛那提审理，律师团队又请来了更有名望的专利律师斯坦顿。当林肯带着准备好的材料赶到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被需要。在那些来自东部大城市的律师眼中，林肯衣着朴素，举止带着乡土气息，既没有显赫的声望，也不像他们熟悉的精英律师。斯坦顿对他的态度尤其冷淡。根据后来流传下来的回忆，他不愿让这个看起来像乡下律师的人参与核心讨论。林肯准备多日，却连开口辩护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坐在法庭旁听席上，看着别人完成原本属于他的工作。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调整，那是一种明明已经被邀请，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排除出去的难堪。林肯当然受到了伤害，但他没有拂袖而去，也没有急着证明那些人看错了自己。他留在法庭里，听完了斯坦顿和其他律师的辩论。他看见了斯坦顿的傲慢，也看见了他的能力。这个人说话尖锐，性格强硬，待人并不温和，但他对复杂法律问题的掌握、准备案件的严密程度，以及在法庭上的攻击力，都远远超过当时的林肯。林肯没有因为厌恶一个人的态度，就拒绝承认他的长处。这件事过去了，林肯继续做律师，继续从政。斯坦顿也许并没有把那次相遇放在心上，但林肯不可能完全忘记。6年多以后，两人的位置发生了翻转。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此时的林肯已经成为总统，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随时可能分裂的国家。战场不断失利，军队组织混乱，物资调度迟缓，政府内部充满争执。原任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也因为管理问题和争议，已经难以继续留任。林肯急需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必须足够强硬，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必须敢于得罪人，能够整顿混乱的战争部，还必须有极强的执行力，把军队、铁路、通信和庞大的战争资源重新组织起来。经过权衡，林肯选择了斯坦顿。不是因为斯坦顿已经向他道歉，也不是因为两个人已经冰释前嫌。斯坦顿依然是那个脾气暴躁、言辞尖刻的人。他曾经轻视林肯，在战争初期也曾严厉批评过他的政府。林肯仍然决定提名他担任战争部长，因为林肯知道，一个国家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时，总统没有资格把国家的需要排在自己的尊严之后。他可以不喜欢斯坦顿，但不能假装斯坦顿没有能力。他也可以记得当年的羞辱，却不能让那次羞辱替整个国家做决定。这才是宽容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宽容并不是忘记发生过什么，也不是说服自己对方没有错，他只是拒绝让一段旧日的伤害永久接管自己的判断。很多人一旦被冒犯，便会在心里给对方下一个终身判决。这个人傲慢，所以他一无是处；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所以他以后做什么都不可信；这个人站在我的对立面，所以他拥有的能力也必须一并否定。这样做确实可以保护自尊，却也可能让一个人的判断从此被伤害过自己的那个人牵着走。表面上是在记恨对方，实际上是在把自己未来的选择权继续交给过去。林肯没有这样做。
但他的宽容也不是毫无原则的纵容斯坦顿。斯坦顿出任战争部长以后，以惊人的精力投入工作。他整顿部门，强化军事通信和运输体系，经常长时间工作，迅速成为联邦战争机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强硬和暴躁也带来了许多冲突。他会对将领发怒，会让前来求情的人吃闭门羹，也会因为效率和纪律问题与身边的人发生激烈争执。林肯并没有试图把斯坦顿变成一个温和的人，因为他知道斯坦顿身上最令人难以相处的部分与他最有价值的部分往往来自同一个地方。他的固执使他不容易妥协，他的急躁使他无法容忍拖延，他的锋利既可能伤人，也能切开战争时期最顽固的混乱。林肯真正做的不是消灭这种力量，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目标中，让他承担责任，接受边界，并为结果服务。这就是宽容之后必须存在的另一个部分——引导。宽容给一个人留下空间，引导则让他的力量拥有方向。只有宽容，没有引导，常常会变成纵容。一个管理者明明看见下属反复犯错，却因为害怕冲突，一次次替他收拾残局。一个家庭明明已经被某个人的情绪控制，却仍然把沉默称为体谅。一个人心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嘴上却不断告诉自己，算了，我应该宽容一点。这样的宽容不会让问题消失，它只会让错误继续发生，也让没有说出口的怨恨慢慢发酵。真正的宽容不是取消边界，它可以理解一个人的局限，却依然指出问题；可以允许一次失误，却要求对方承担后果；可以不羞辱一个人，却不能因此放弃原则。反过来，只有引导，没有宽容，也很容易变成另一种伤害。有些人一看见别人犯错，就急着纠正，急着分析，急着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他说的也许每一句都有道理，但对方听见的却不是帮助，而是你怎么连这都不懂？我比你清醒，只有按照我的方式做才是正确的。当引导失去了理解，他就会变成居高临下的说教。问题也许被指出来了，人却被推得更远了。很多所谓的好心最后没有带来改变，不是因为道理错了，而是因为对方在接受道理之前先感受到了否定。所以真正有效的引导往往不是站在对面纠正一个人，而是先走到他的身边，与他一起看向问题。不是说你为什么总是做错，而是说我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但现在的结果确实出现了问题。我们一起看看下一步应该从哪里调整。前一句保留了对方的尊严，后一句也没有放弃解决问题。这不是讨好，而是在减少无意义的对抗。人一旦不再忙着保护自尊，才有可能把注意力重新放回事情本身。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冒犯过自己的人都值得像斯坦顿一样被重新接纳。林肯任用斯坦顿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前提：斯坦顿虽然傲慢，却有真实的能力；虽然脾气恶劣，却愿意承担责任；虽然与林肯存在矛盾，却与维护联邦这个更大的目标站在同一边。如果一个人反复伤害别人，拒绝承担后果，也不愿意改变，那么最恰当的引导可能不是继续给他机会，而是清楚地设下边界，甚至选择离开。宽容不等于必须留在一段有害的关系里。有时宽容是继续合作，有时宽容只是不再报复，还有些时候宽容是看清对方之后平静地拉开距离。真正重要的不是把所有人都留下，而是不再让怨恨替自己决定该留下谁，又该离开谁。1865年4月，南北战争接近结束。就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林肯遭到刺杀。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斯坦顿赶到林肯所在的房间，一边守在病床附近，一边接管现场，发布命令，组织追捕刺客，维持这个国家在突如其来的混乱中继续运转。那个曾经把林肯排除在律师团队之外的人，此刻成了支撑林肯政府的最后一道力量。林肯去世后，斯坦顿极为悲痛。后世最广为流传的记载中，他在林肯病床前说了一句话，现在他属于历史了。林肯没有靠报复赢得斯坦顿的敬畏，
他甚至没有要求斯坦顿先变成一个令人喜欢的人，才愿意承认他的价值。他只是没有让过去的羞辱遮住自己的眼睛。他看见了一个人的缺点，也看见了缺点背后尚未被正确使用的力量。所谓宽容，从来不只是忍住一口气，它是一种不被情绪夺走判断力的能力。所谓引导，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别人，它是让原本互相冲撞的力量重新朝向一个值得共同承担的目标。宽容给关系留下空间，引导给力量指出方向。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再也不会被冒犯，而是在被冒犯以后，仍然知道什么应该拒绝，什么值得保留，又有什么力量可以被重新放到正确的位置上。能容下冒犯，并不代表软弱，因为有些人只能看见刺，有些人却能看见刺背后那股尚未找到方向的力量。而真正强大的人，不急着折断所有刺。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远离，什么时候应该设下边界，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一股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力量转向一个更大的目标。